卢加诺位于瑞士最南端的度假胜地提奇诺州，是该州的首府。卢加诺建于公元6世纪，有17处瑞士国家自然遗产。它紧邻意大利，浓郁的地中海风情使这里充斥着悠闲安逸的氛围，也使这里的人们散发出非常典型的意式慵懒和随性气质。遍布大街小巷的亚热带植物，随处可见的山茶花，将整座城市变成一座大花园，造就了它迷人的风景。卢加诺湖和一座座青山围绕着卢加诺，将它变成了一个聚宝盆。沿着湖边散步，看着清澈的湖水和远处成群结队的帆影，像是一幅风景画。湖边长椅上坐满了沐浴着午后阳光的人们，那份惬意和舒适让我完全无法将它与瑞士第3大金融中心联系在一起。城区里满是意大利伦巴第风格的建筑，看着那些铁艺的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雕塑装饰，在诉说着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走在铺满碎石小路的商业街上，随处都能发现惊喜。转角处的商铺2楼，店家别出心裁地将建筑和植物打造成一幅自然画作，想必店主一定是个浪漫主义者。卢加诺的宗教氛围浓厚，主要信仰罗马天主教，最具代表性的圣洛伦佐天主教堂和圣玛利亚的天使教堂位于老城里。圣洛伦佐教堂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色，由于经过不同时期的整修，所以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教堂内部，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壁画以及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雕像融合在一座教堂里，简直难能可贵，值得来此细细欣赏。处于商业街尽头的圣玛利亚的天使教堂，据说内部的一幅巨作《耶稣受难图》壁画是由达芬奇的学生鲁伊尼尔作。当我满怀期待来到这里的时候，由于错过了开放时间，很遗憾没能欣赏到这幅艺术价值极高的巨作。不过在商业街的中央看到了鲁伊尼的雕像，也算是拜见过大师的风采。拜别大师后，我来到圣萨尔瓦托山脚下的铁轨缆车站，体验建于1890年的铁轨缆车上山。用旅行通票可以打5折，往返12瑞郎，非常划算。每年3月至11月运营。与乘坐雪山缆车在空中的全景视角不同，坐在这列火车上，以125度的仰角向山顶爬升，轨道仿佛看不到尽头，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错觉。车站每半小时发一次车，登顶需在中间换乘一次，20分钟即可以登顶。圣萨尔瓦托山海拔912米，2003年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当地人称之为卢加诺的家山。站在山顶的观景台上，一览众山小。今天的天气非常好，能看到远处的阿尔卑斯雪山，整个卢加诺尽收眼底。小船从波光粼粼的卢加诺湖面上划过，留下长长的水波纹，动静之间天地自成。下山的时候，我坐在第1节车厢第1排的位置，感受一览无遗的风景。整个卢加诺仿佛变成了巨幅风景画。随着高度缓缓下降，穿过一个个桥洞，看到步道上徒步的人们，路上的车水马龙又将我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让我感慨的是，100多年前他们的交通系统就已经如此先进和发达，到了今天依旧如此稳定高效，实属珍贵。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来到湖边，享受着宁静祥和的时刻，看到对岸忽明忽暗的万家灯火，仿佛在与天空中闪烁的繁星彼此呼应。那一刻我深信，在那些遥远的星球上，或许也有生命正注视着我们。第2天一早，在拥有无敌湖景的酒店惬意地吃早餐，开启一天美好的心情。据说湖对岸的圣乔尔乔山见证了亿万年前地球上的生物种群，完整保存着3叠纪中期以来的海洋生物化石，
简直就是一座宝库。来瑞士这么多次，每次不论时间长短，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坐船游湖。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情节。于我而言，每当我坐着游船行驶在湖面上，微风轻拂过脸庞，看着两岸秀丽的风光，安静地感受这一切，是身心达到忘我的境地。由于卢加诺湖有一部分位于意大利境内，所以游船除了观光功能之外，还担负起了两地居民的通勤，十分便利。游客们能体验游走在两国之间的那种自由，也很有意思。只需半小时，便抵达了今天要探访的一个古渔村莫尔格特。这里号称卢加诺湖的珍珠，也曾被评选为2016年瑞士最美丽村庄。建于中世纪的莫尔格特，拉丁语意思为山巅，在历史上曾是卢加诺湖上最大的码头，控制着贸易和渔业。许多艺术家曾居住在这里。临湖商业街的拱廊建筑依稀能看到中世纪时期的影子。莫尔格特依山而建，拾阶而上，看着历史悠久的那些贵族庄园，庭院里种植的棕榈树、山茶花、雪松等等各种亚热带植物错落有致，成为极具特色的景观。村子里充满意式风情的民居，每家每户的窗户和小院都被他们的主人以鲜花和装饰物装点得精致且独特，看似不经意，却尽显生活情趣。那是他们对生活最纯粹的热爱。半山腰处的桑塔玛利亚萨索教堂，建于13世纪，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风格的教堂，被誉为阿尔卑斯地区的杰作，就像卢加诺的地标洛伦佐教堂一样。整个教堂内部融汇着跨越了几个世纪的壁画、雕像和艺术品，见证了莫尔格特悠久的历史。听着悠扬的管风琴，点一支象征平安的蜡烛。祝看到视频的朋友们平安好运。从教堂出来往山顶走的路上，被这个秋千给吸引住了。当我坐上去的那一刻，就像搭上了哆啦 A 梦的时光穿梭机，一下子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山顶上看到两位老姐妹坐在朝向卢加诺湖的长椅上聊家常，让我无比羡慕。面对如此绝美的风景，我想不论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在这里必定烟消云散了。当我即将要离开卢加诺的时候，竟然有些不舍。这个带着浓厚地中海风情的城市，每一步皆是风景，慵懒随性的度假气质是它的表象，而内在是厚重的历史和影响世界的艺术底蕴。舒适宜人的气候几乎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人来此度假。如果一定要对标的话，我认为卢加诺很像咱们的云南，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好了，我的瑞士旅行深度探索系列第1季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点赞和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瑞士旅行信息，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将推出第2季，敬请期待。